各位同学，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浙江大学 DeepSeek 系列专题线上公开课。我是教育学院陈静远。今天我报告的主题是语言解码双生花：人类经验与 AI 算法的镜像之旅。我们将一起探讨人类语言、AI 算法与智能技术的交汇。这是我今天报告的提纲。首先，我们将一起探讨人类语言的奥秘。看看人类是如何通过语言的解码来理解世界的。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语言造就了人类。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具有创造性的去运用语言来进行沟通的能力。那么，语言也赋予了我们人类智慧，给我们的思维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也是人类进行合作的纽带。因此，如果想要实现通用的人工智能，去理解人类所使用的那些不太精确、可能有歧义，甚至说是混乱的语言，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途径。那我们每天都在大量的使用这样的语言，那大家是否想过，我们的大脑是如何的去理解这些文字符号的呢？比如说，当我们听到一句话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能够瞬间明白它的含义？这背后隐藏的是怎样的一个奥秘呢？那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看。比如有一天，你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你遇到了一位同学，他迅速地走着，边走边回头跟你说：下雨了，我要赶紧回家。那他的话你还没有听完，他就快速地消失在这个风雨当中。那即使在这个场景中，你想一下，即使你没有听到他所说的完整的内容，你就大概可以猜测到，他应该大概率是要回家去收衣服，而不是去买咖啡啊等等这样一些其他的行为。那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我们人类的大脑中，基于我们大量的学习，基于我们所总结出的经验，像下雨、家还有收衣服这些词语，在我们的大脑中已经建立了固定的神经链接。因此，当我们听到下雨和回家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去想到收衣服这样一个事件。那么有时我们不仅可以理解句子本身的含义，甚至还可以去联想到这个背后的一些相关的后果。比如说，针对下雨我要赶紧回家收衣服这个例子，我们会想到，如果这个人不及时回家的话，那么他家的衣服可能会被淋湿，等等这样的一些，即使没有发生，而是对未来的一些推测。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人类大脑它在理解语言的时候，实际上是去理解语言中的每一个单词的意思，以及将这些单词进行组装，从而得到对句子的意思的理解，甚至能够推断出句子背后所蕴含的含义。因此，我们想要从这个例子中想要说明的是，理解语言的基础，首先是要理解所组成语言的词语，以及这些词语之间的关联关系。那这些词语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关系，
对整句话、整篇文章的一个更加全面、精准的一个理解。那通过刚才的例子，两个有趣的例子，我们介绍了人类是如何理解语言的。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那人类理解语言有2个关键。第一点就是说，人类是通过理解词语以及词语之间的关联关系，来形成对语言的一个全局的把握。那第二点在于，要想实现对于语言理解的精确性，我们在理解每个词语的时候，都需要把它放在相应的上下文中，这样才能精确地掌握每个词语的具体含义。比如说，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只有在上下文中才能理解“苹果”这个词，它到底具体是指水果还是一个电子品牌。那么，下面我们将在这2个观点的镜像映射下来看看人工智能，尤其是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它是如何理解我们的语言的。那大家都知道，计算机理解一切信息的基础，首先是要将这些信息进行数字化。比如说，我们在处理图像的时候，计算机会将图像的每一个像素都转化成一个数字信号。那么，基于这些数字信号，计算机才可以对图像进行存储、显示，甚至是对图像进行处理、识别等等其他的更高层次的一些操作。那例如，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神经网络，计算机就可以将大量的这种图像的数字化信号中，从这些数字化信号中抽象出图像的特征，以此来实现物体识别、图像分割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人工智能的一些任务。那么，刚才是图像的例子，那类似的，计算机它也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理解我们人类的这种离散的自然语言的。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数字来表示语言中的每一个单词。那这种对语言进行数字化的表示，通常所采用的技术就是我们的叫做词向量这样的一个技术。那词向量它的核心思想是将每一个单词映射到一个高维的向量空间中，也就像我们这张图中所展示的这样的一些 cat、kitten、dog 这样的一些动物的名称，都被一串数字，也就是一个高维向量所表征。那么用高维向量来表征单词，它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这些高维向量的计算，来获得单词和单词之间的这种关联关系，从而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语言。尤其是通过计算的方式去理解我们的语言。那同样，在这个例子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语义相近的单词，当我们把它投影到我们的这个高维向量空间之后，它们的距离也是非常相近的。而一些语义相差比较大的词语，比如说我们的狗和我们的房屋，它们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房子，因此它们语义相差是很大的。在我们向量投影到这个空间可视化出来之后，我们发现这2个单词它们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远的。那同样，单词和单词之间的关联关系也可以通过向量的计算来获得。那比如在我们右下角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以及国王和王后，他们这两组词语之间的关系是相似的。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向量的计算来获得单词和单词之间的关联关系。那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词向量，它是怎么获得的呢？主要是通过大量的这种文本数据进行训练而得到的。那么训练之后，我们就可以对于每个单词都可以得到它的一个向量的表示。那么这个向量表示就可以捕获单词和单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语义关系。那语义关系是如何来衡量呢？通常的方法是通过计算词向量之间的相似度来获取单词和单词之间的关联关系。那有2种计算词向量的相似度，分别是欧式距离和余弦相似度。那它们一个是通过计算2个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来衡量它们的相似度，也就是说，直线距离越近，2个向量是越相似的。那余弦相似度，它的核心思想主要是通过计算2个向量之间的夹角来比较它们的相似性。那夹角越小，2个向量越相近。
那么我们刚才主要介绍了我们计算机是如何表示我们的语言的，但是这种词向量的模型它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的。比如在我们来表征序列数据的时候，同一个元素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它的含义是不同的。那这个观点，我们刚才也在介绍人类是如何理解语言的那个部分，也已经给大家拆解了人类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再看一个相似的、具有歧义的一个例子。叫注意力了解了 Transformer 架构
戏一样，会基于前面的话不断的去合成下一个词汇。那它就这样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合成，直到它生成了一个终止符。那什么终止符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他对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好了，已经所有的内容该讲的都讲完了，那么它就生成一个终止符，代表它的生成已经停止了。那么再看一个小例子，比如你的朋友问你苹果是一种水果吗？那大语言模型它的工作流程，它首先会基于用户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它来基于这个上文来计算出下一个最大概率的单词是什么。那它相当于它把词表中每一个单词作为下一个单词的概率都计算出来，最后它基于这个概率值的大小选出一个概率最大的。那在这个语境下就是是的。那它在生成是的之后，如果它没有生成那个终止符的话，它还会预测是的之后的一个单词是什么。那这里它又进行了一次预测，发现下一个单词概率最大的单词是苹果，所以它就生成了苹果。那紧接着他觉得他还应该再说一点什么，还没有结束，所以他就生成了第3个单词预测。那么就这样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生成，直到它最后生成了一个终止符。然后他就输出了一句完整的回复：是的，苹果确实会被归为一种水果。那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大语言模型的核心思想，简单来说就是不断的在所有可能的词汇中选择一个概率最大的单词来生成。那么就这样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生成下去，最后就可以组成完整的一句话或者是一段话作为回复。那数学家陶哲轩说，他认为大语言模型不是魔法，而是基于概率的猜测机。那根据这句话，我们来想一下，大语言模型它是如何不断的去生成下一个单词的概率的呢？那实际上，这一个过程主要依赖于模型内部的一些参数。那参数这个词也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那这些参数都是基于大量的数据，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调整而得到的。那参数中到底包含哪些信息呢？通过学习之后，这些参数中主要蕴含了数据的一些分布的规律，相当于大量数据中的知识都被压缩到这些参数当中了。那因此，它就可以包含了大量参数的模型，就能够在特定的上下文中预测出最合适的下一个单词是什么。并且呢，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大模型它是有不同规模的，那有几十亿的，甚至有上千亿的。那并且呢，当这些亿其实就是指模型的参数的数量。那当模型的参数这个数量的量级不断的提升的时候，我们大语言模型它的认知能力它的知识范围呢，通常也会呈现一个显著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比如大家所了解的 DeepSeek V3 这个模型，它的满血版的它有多个版本。那它的参数规模最大的版本就是671B 这个版本。那这里的 B 就是 billion， 代表10亿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模型它是由6710亿个参数所组成的。那这些参数就是因为计算机是数字化的世界，所以这些参数就是大量的这种数字。那其实它们单个拎出来看，并没有实际的含义，但是当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协同来进行工作。那我们的 DeepSeek V3 模型就是由这样的6000多亿的参数来组成了我们的模型。那么有了这个模型之后，我们当输入一句话的话，它就可以自动的去预测出下一个概率最大的单词是什么。那既然大模型它就是一堆数据拟合后形成的参数，那么有的网友就非常有意思，他们就在想，那既然是一堆数字，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工具来实现大语言模型呢？那在网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开源项目，它就是用我们的 Excel 表格复刻了我们的这个 GPT-2 这样的一个模型。那它在 Excel 表格中就将所有的 GPT-2的这个模型的参数都复制在表格中。那通过表格来存储这些参数，然后它就可以基于这些表格来模拟 GPT-2进行前向推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它来模拟 GPT-2是如何根据用户的输入来生成相应的回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里可以看到，如果在左侧这一栏我们输入一句话的前半部分，那它就可以基于所存储的这样大量的参数来计算出下一个单词概率最高的应该是university。然后进一步的，它还可以再把 university 放在左边的话，它又可以预测出下一个概率最大语言模型，它的学习过程其实也是类似的，不同点在于它的参数量大得多，然后数据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些关系。那其实学习的过程是类似的，都是通过大量的数据来调整模型中的这种海量的参数，直到它能拟合到我们数据中所包含的这样的大量的一些蕴含的大量的规律。那这里就是通过最小二乘法所求取的参数 a 和 b 的值。那很相似，我们的大语言模型也是通过大量的数据来进行学习所得到的。那通过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就可以将数据中的规律压缩到大语言模型海量的参数当中。那有了这些学习得到的参数之后，我们就可以对新的数据进行更准确的预测，同时生成合适的回复。那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大语言模型它的训练过程总结来说，一共有4步。那第一步就是预训练，紧接着是指令微调，然后是奖励函数的训练，以及最后一步是基于奖励函数来进行强化学习。那这里是一个概览图，我们先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那预训练阶段主要利用大量的这种非常万亿级别的词汇数据，而且它是一种原始数据的形式，也就是我们的流式的文本。那通过预测下一个词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基座模型。那预训练这一步也是整个大语言模型训练过程中最耗费算力的一步。那上一周的话，泽科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算力相关的内容。
或各种来源的关系，因为只有掌握那首先，奖励建模我们刚才也简要介绍了。那奖励建模阶段主要通过人类所标注的一些对比的数据来进行的。那什么是对比数据呢？比如同一个问题，模型因为它这种基于概率的预测方式，所以模型可以生成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些回复，就是同一个问题有多个答案。那我们的人类的标注人员就会对这些答案进行一个排序。那就是哪个答案是好的，哪个答案还不好这样的一个反馈。那模型就可以基于这些反馈来生成一个能够评估这个模型生成内容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奖励模型。所以奖励模型它就学到了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偏好。那进而在强化学习阶段，那个模型它就可以通过和奖励模型来进行交互，进而优化它优化它的生成策略。使尽可能多的模型的回复都可能得到尽可能多的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奖励的反馈。那这里它主要采用的是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这样的一个策略。那模型就可以根据奖励模型所反馈的这个人类偏好来调整模型的参数，从而去生成一些
更符合人类偏好的一些高质量的回答。那我们刚才介绍完了以 DeepSeek V3 为代表的这种通用型大语言模型的构建过程。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最近常常提到的以 R1 模型为代表的推理模型。那 DeepSeek R1 其实它和 DeepSeek V3 它的模型架构，就是它的模型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参数量也是一致。的就是我们 R1 这种推理模型，它给出答案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大家可以看到，它会先把问题分析一遍，然后再给出最终的答案。那大家可能也看到，就是模型它的这个中间步骤通常也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比如我们的 R1 就会把这个中间的推理过程都展现出来，因此大家总觉得它在碎碎念很有意思。但还有一些其他的推理过程，比如说我们 OpenAI 的 O1 的模型，它通常会把中间的这个推理步骤隐去，所以用户是看不到这个推理过程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种推理模型它的定义是怎样的，以及它大概解决哪一类的任务。那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种功能强大的推理模型，它是怎样炼成的呢？那如果大家去看DeepSeek R1 它的技术报告的话，会发现 DeepSeek 它发布的并不是单一的一个 R1 的推理过程，而是引入了3种不同的变体。那它这些变体都是从 DeepSeek V3 这个模型中训练而来的。那分别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DeepSeek R1 Zero 这个模型，那以及我们的大家常用的这个 R1 模型，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蒸馏出来的这样的基于 R1 蒸馏出来的一些小模型。DeepSeek R1 就和它的 V3 版本的模型，它们各有所长。那一个有很多的一个有很大的推理能力，一个有很强的这种领域很广泛的领域的知识。因此，他们就通过这种相互蒸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许多人也把它形象地称之为这种左脚踩右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那就互相提升，那形成了这个 DeepSeek 模型的一个性能的飞跃。那么下面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 DeepSeek R1 模型它的一个构建流程。那其中有非常多巧妙的一些设计以及一些有趣的现象。那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大家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去提升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推理的能力。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整个流程图中的第一个推理模型，就是我们的 DeepSeek R1 Zero。那同时大家也把它称为一个冷启动模型。那 Zero 这个模型它是基于去年12月份发布的这个671B 的 V3 模型。通过这个强化学习训练得到的。那大家这里注意，它是
一个通过纯强化学习训练，就是它没有用到任何的有监督的数据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那研究团队它主要是在训练 Zero 这个模型，首先他们构建了一个训练模板，就像我们这个页所展示的这样。那这个训练模板非常简单，它就描述了任务，就是这是一个用户和助手的一个对话，然后用户会问一个问题，那助手的目的就是要帮用户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助手他这里就有一些特殊的设计，他说他会首先去思考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推理的过程。然后再去给这个用户提供答案。那这个就是我们推理模型的一个工作的过程。那同时，它要求这个推理的过程以及最终的答案要在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符号中把它们标识出来，就是这个 think 和 answer 这样的2个符号中要把它的推理过程和最终的结果分别标注出来。然后它的模板中有一个红色的 prompt，就是代表在实际的训练过程中，然后这个 prompt 会被替换成各种各样的任务。那主要就是一些推理任务，比如说我们的解数学题这样有标准答案的任务，或者是我们的写代码这样的涉及多步推理的这样的一些任务。那这个就是我们训练这个 R1 Zero 这样的一个训练模板，非常简单。那同时，研究团队还设计了一些激励机制，来引导我们来训练这个 R1 Zero 这样的一个模型。那它的这个2个激励函数也都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理解的。那首先第一类奖励函数就是准确度激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了，它主要用到2类数据，一类是数学题，一类是编程题。那对于这种有标准答案的题目，我只要判断它的结果是否正确。那比如用户的 prompt 中的题目是1+1等于多少？如果 assistant 就是我们这个助手，他最后给出的答案是2的话，那就说明他算对了就给他1分的激励。那如果是其他数字的话，那他就没有得到相应的奖励。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准确度激励，来引导模型能够得到最终的一个正确的结果。那第2个激励是我们的这个格式激励，我们来判断模型的输出是否按照我们给它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要遵循这个 think answer 的这个模板来产生它的输出。那判断这个也很简单，如果它的输出结果中包含这些标识符的话，那就它说明它做对了，就给它加1分。那如果做错了就没有奖励。那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方式，我们就训练得到了第1版的我们这个 R1 Zero 这样的一个模型。那大家来监督模型训练的。
我们先的这样的一些指令微调的数据。那基于这种推理和知识型的这种指令微调的数据，它又对原本的 V3模型进行了一次有监督的微调。那在进行了有监督微调之后，同样它还进行了最后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强化学习的步骤。那在这个阶段，他们再次使用了训练 R1-0 过程的时候所采用的这种如何去判断数学题和编程题正确性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规则之外，他们还对其他的一些知识性的问题引入了使用人类偏好的这样的一个标签。那就像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通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人类反馈下的强化学习一样。那经过这种左脚踩右脚，就是你生成数据训练我，我又生成数据训练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最终就可以得到一个推理性能更为强大的这样的一个 R1 的模型，也就是大家现在目前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版本。那做完对于自己的 R1 模型的训练之后 ，DeepSeek 还做了其他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比如 DeepSeek 团队它就利用之前步骤所生成的这种包含推理过程的这个 SFT 的数据。那具体来说就是这样的这两部分的数据。那这两部分的数据，它首先左边的是包含推理过程的有监督的数据，右边是包含这种世界知识的这样的有监督的数据。那它又用这些数据训练了对其他的一些开源的小规模的语言模型进行了一个微调。目的是想看看我用我的模型生成的数据是否能提升其他的这些小规模语言模型的推理能力呢？那右边就是展示的这个是它的实验的结果，然后带这个 distill 就蒸馏的，就是代表我用我的数据来微调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模型。那这些数据和 R1 他们用了就是同样的一批 SFT 的数据。那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就是这些精简后的这些小模型，它们的性能跟这个 R1 这个版本相差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和这个 R1-0 这个版本来说，它们却显得这些小模型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那并且呢，他们呢要知道，他们的这个模型参数规模是比我们的这个 R1-0 671B 是要小非常非常多的。那同时呢，他们还将这个蒸馏后的小模型与这个 OpenAI 的 O1 Mini 进行了一些比较。那通过这个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模型在和 O1 Mini 进行比较时候，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那在介绍完一些技术性的内容之后，最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些大语言模型技术它如何赋能我们的教育。那同时如何通过这些智能体的技术来改变我们的教学和学习的方式。那首先大家肯定也深有体会，
大语言模型可以赋能我们教与学的许多的环节，那可以帮助我们老师能够更高效、更创造性的去教学生，那帮助我们学生能够更高效的去学习新的知识。那大家肯定也体会过一些通过这种大语言模型自身所拥有的这些多轮对话的能力，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智能的辅导，帮助老师生成一些题目，帮助我们在编程作业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来帮我们查找出编程的查找出代码中的 bug 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之外呢，大语言模型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工具来进行结合，那创造出更加多样的能力。比如说，这里我们展示的就是我们的大模型如何和其他的各种应用结合，来创造出多种模态的教学资源。比如，我们可以用 DeepSeek 和 Kimi 一起来自动生成我们的 PPT。那首先可以让它生成一个PPT 的一个大纲。然后有了这个大纲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PPT 助手，然后来自动的生成一个带有模板的我们的一个 PPT 的一个初稿的内容。那很多时候，大家在做 PPT 的时候，大量的时间都花在这种格式的调试上。那有了这些工具之后，也可以让我们的备课环节更加的高效，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如何提升我们所准备的这些教育资源的质量上面。那这个就是它最后生成的一个 PPT。那相关的这种案例，就是网上也有很多，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那我在备课的过程中也参考了这种大量的，就是网上大家所提供的一个案例。那这个就是，比如说对于这个是一个 DeepSeek 辅助编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对于我们人文社科方向的学生和老师，我们可能不大的会编程，但是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科研的环节中，我们可能又需要有些环节是需要写代码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大语言模型来辅助我们完成这个代码的任务。那比如这。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些功能。那除了将大语言模型和各类工具结合起来，让它迸发出更多新的功能之外，我们在不同的学科中也可以利用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所积累的大量的高质量的学科内的语料数据，来形成基于大语言模型形成我们特定学科的学科大模型。也就是说，我们在大语言模型的基础上，给它提供更多的学科知识，来提升它在特定学科内的一些能力。那这里展示的就是浙江大学所构建的智海三乐教育大模型。那它就是一个面向人工智能领域教学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那在训练这个大模型之前，团队由于主要是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教学的工作，因此积累了大量的人工智能的领域的高质量的教科书籍的语料。那基于这些语料，我们就可以
对我们的开源通用大模型进行一个微调。那微调之后，就可以形成一个包含学科知识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模型，以用在我们的这个教学环节当中。那当拥有了这个领域学科模型之后，我们还可以结合我们对具体的教学环节和应用场景的理解，来搭建各类面向老师和学生的智能体。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展示了面向教师和学生两类人群的这样的智能体。比如说，面向老师，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生成教学大纲、生成习题，帮助他们设计这种跨学科的教学案例等等。那面向学生，我们就可以提供知识问答、错题解析、学习路径规划这样的一些功能。那除了刚才所介绍的和我们教学环节紧密贴切的一个智能体之外，我们还构建了一个苏格拉底式教学智能体。那什么是苏格拉底式教学智能体呢？就是大家在用通用的大模型的时候会发现，因为大模型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回答用户的问题，给用户提供更多的知识。但是在我们的教育场景的话，其实我们不希望大模型能够直接将答案就反馈给学生，这样大家也很容易理解，就不利于培养学生自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教育场景，我们就希望有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智能体。那它的核心在于就是这个智能老师呢，他并不是直接把问题的答案就告诉学生了，而是根据学生已有的经验，通过一系列问题的引导、讨论以及和学生的辩论等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促使学生能够自己一步一步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能够提升他们自己来进行推理和反思的以及这种批判性思维的能力。那基于这个想法，我们就在三乐模型的基础之上，又结合 Inference Agent 这个推理模型，就构造了我们的这个苏格拉底式教学智能体。那在苏格拉底式教学智能体中，我给定一道习题，模型先会用这个推理模型将这个习题拆解成多个解题步骤，但它不会立刻把这个解题步骤像其他大模型一样直接就告诉给我们的学生，而是通过我们的三乐模型，它在这个步骤的指引下，就可以一步一步的通过提问的方式来引导学生，最终能够自己的来答对这道题目。那这里也是我们这个因此在应用到
高的，而不是被动的去接收大模型所产生的知识。那此外呢，像刚才吴超老师所介绍的这样，在我们人文社科领域，现在也有大量的研究是利用我们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智能体来进行模拟仿真的，这样的有很多这样的工作。那同样在我们教育的领域也有这样的一些工作。那它主要是通过这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模拟仿真来赋能我们的教育。比如说，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模拟仿真的环境，里面有很多大语言模型所模拟的教师，以及大语言模型智能体所模拟的学生。那我们很多一些理论都可以在这个模拟仿真的环境中来进行验证。但是呢，这样的一些模拟的工作，在教育场景进行应用的话，我们也发现它是具有不小挑战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大模型它的主要的任务就是我最看重的内容就是我能够输出正确性的知识。就大家目前的大部分的努力都是在往提升模型的正确性这个方面所展开的。那由于模型它是这样的一个训练目标，就导致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在模拟学生的时候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精确地去模拟不同认知能力等级的这样的一个学生。也就是说，像我们这边这样的例子所展示的这样，我们让大语言模型来扮演一个小学生，那就是老师给这个大语言模型所扮演的小学生提了一个问题，让它分别输出 x 平方的2倍和导数。那可以看到，这里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所模拟的这个学生智能体呢，它就虽然它语气上还挺像在模拟一个小学生的，但是呢，它输出的内容其实超越了小学生的知识边界。也就是说，对于导数这个概念，其实小学生不了解的，但大语言模型在它扮演小学生的时候，却正确的解对了这道题。那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教育学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模拟仿真环境中，我们的学生智能体其实没有办法精确的去复刻我们不同知识水平的学生的行为这样的一个事情。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构建了一个无需训练的，针对学生个体的，然后深入到知识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大语言模型辅助的学生模拟框架。那这个框架它首先就是会分析学生的历史答题记录，然后来实现对学生这个认知原型的构建。也就是说，它会先分析这个学生大概是什么样的水平，那它会基于对学生水平的分析来进一步的去预测学生的未来行为。那基于这个对未来行为的精确预测，它就可以实现对不同知识层级水平的学生的这种解答过程的一个复现，从而提升我们这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智能体来进行教育学模拟仿真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精确性。那通过今天的1个小时呢，我们首先解析了人类理解语言的过程，那并在人类理解语言过程的基础之上呢，又通过类比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通用大语言模型以及推理模型它的一个构建的形象化的基本的原理。那最后又通过案例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智能体也正在崛起，并且正在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架设了一个数字的模拟仿真环境，或者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实验室。那这些大语言模型，它们通过非常强大的文本理解和生成能力呢，就为我们的社会学，包括我们的教育学等等学科，提供了一个可以观测我们人类行为的更多样化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基于智能体，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虚拟的社会。那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模拟，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教学策略的一些验证，都可以在这个模拟仿真环境中来进行，也就突破了我们之前由于一些时空的限制或者一些伦理的约束，导致相关的这种实验没有办法很好的高效的进行开展。那这场变革呢，也带来了很深层次的一些技术上的挑战。比如说我刚才所介绍的，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其实它没有办法像我们人一样，它是可以像我们的真实的学生一样，可以精确地展现出个体差异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状态。
那这都对我们的社会学模拟仿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伦理方面的挑战等等。但是不论怎样呢，大家都可以看到，这种人机协同的这种科研范式，它正在逐步的形成和崛起。那希望我们大家呢，都可以抓住这次机遇，碰撞出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学科这种交叉领域研究的火花。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聆听。